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它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神作的水平。刚练的最后2集了，这段旅程基本上可以说是要走到尾声了。但是整个故事到目前为止，其实还保持着比较大的悬念，包括最终 BOSS 黑芝麻精他将如何被制裁，如何被消灭，阿尔会怎么样，艾德会怎么样，马斯坦古会怎么样，刀疤男会怎么样，甚至包括霍恩海姆会怎么样。等等等等，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好像故事当中出现过的几乎大部分的主要角色，他们的结局就即使到现在了，其实没有被揭示。但是相比于整个故事的结尾，这个故事的结局，我觉得这个 reaction 视频更有意思的，应该会是我对于《钢炼》整部作品的一个整体的观后感啊，初看之后的一个感觉。等咱们看完这2集之后，好好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啊。What the fuck？ 什么意思啊？这集没有 OP 吗？看来是的。不上去帮忙吗？你们被吹成猪头了。你的神力呢？你的那些贤者之石呢？这纯的是气氛组啊！这么多人打一个，他没有神力了，不上去帮忙吗？嘴还是太快了。古力德还在啊？哦，他奔着古力德去了。拔河比赛。怎么说？没有人去帮他一下吗？要不要把他的手砍掉？古力德不愿意把他卷进去，就是短暂的相处已经让他把姚林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同伴。古力德最后一定不能善终的，他的身份就是他的原罪。这个蓝方早不来，你要不要早来5秒钟？他现在连古力德都控制不了了。哦，他要同归于尽。没有理由让七宗罪之一的贪婪独善其身啊！七宗罪最后的结局肯定都是灰飞烟灭。他最终追求的能够填补他内心的空虚的，实际上是同伴之间的感情。哦，他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最欲求不满的一个人造人，临死之前说的是够了。这一拳直接把他所有的贤者之石都打出来了吧？看这个意思。他挺可惜的，他离成功就差1步了。他想要的是没有束缚，想要的是知晓一切，凭空消失了。哦，他回到真理之门这儿了。你本身没有成长。好问题啊，我没法回答他。他不是神吗？赐予你适当绝望的真理，确实是他说过的话。
所以他被自己的话制裁了。为了防止他狂妄自大，可是他不是已经把狂妄自大分离出去了吗？普莱德已经不是被他分离出来了吗？这不是他渴望的结局，这怎么可能是他渴望的结局？果然，我还是没看明白。这是最终的结局了，就是最终的 BOSS 战结束了。哦，这是他唯一的贤者之石了。这不，这可以变通一下吧？这个时候。他爹要献祭自己。不是，那要用他爹的话，还不如用那个贤者之石呢。这个时候想起来后悔了。不，明明有贤者之石，这不能。如果不用那个贤者之石，直接把他老爸献祭了，把阿尔换回来了，这有点过分了。坏了，我又不好，我有不好的预感。他不会是想把自己牺牲掉吧？这等价交换是完全可能的，牺牲自己把他弟弟换回来。这他在告别吗 ？No， 为什么不用贤者之石？明明可以。这艾德如果把他自己练了，我绝对不会哭，我绝对不会哭。啊！什么？真理の扉を失えば二度と錬金術を使えなくなるぞ。ああ、確かに錬金術も使えないただの人間になり下がるのか。他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炼金术。最初からただの人間だ。キメラにされた女の子一人助けられないボケな人間だ。啊，只要人还活着就行了。对，炼金术一文不值，和生命比起来，炼金术算个屁呀！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他通关了。哦，Happy ending， 没有人牺牲。二要回来了，你俩要不要当场就结婚啊？哦，这是普莱德。他俩其实是替罪羊，牺牲了，留下了一世清明。但是马斯坦古失明了，他如何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呢？哦，他对约黑芝麻经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吧？
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就是两个人既是一部分，但是呢，这又是他罪孽。这是我想对我的粉丝说的，感激不尽啊！流下了骄傲和感动的眼泪，又踏上旅程了。这应该是来看他妻子了，来看他妻子的墓。他也没有贤者之石神力的加持了，他应该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如果能够死在他老婆的墓前，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已经咽气了。我们对霍恩海姆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并不深，他参与这个整个故事的程度也没有那么多，但他是就是拯救世界这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实他甚至比爱德华和阿尔还要重要，这个故事是由他而起的。还有最后一集啊，咱们就直接开始吧。是那个医生。这一集是最后的收尾了，最终话。所有出现过的人物应该都会交代一下结局，先从比较不重要的开始，像这个医生啊，对吧？他带来的不会是他的部下吧？他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了。说得好，说得好，我喜欢他这个乐观的态度。哇，这是真男人。他有这个权利吗？他一定要先当上总统才可以，对吗？你俩不考虑结婚的事情吗？哦，原来是他。能让他恢复视力，他绝对不会用。那就更不可能用了。だが使わせてもらおう。その上で私は全力を尽くす。ただその前に私より先にその石が必要なものが。谁？私はそのものの後だ。啊！ハボック雑貨店。哦，他想到他部下了。どうだ？石原教復興に尽力せんか。歴史ある宗教や文化を死なせてはならん。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你余生的使命了。我没想到 Scar 居然能够有这样的结局，这是一个好结局。我以为他最后会死得很惨。这是天选之人，这是天选之人。他没有名字了。或者就干脆就叫无名，就很好。如果是他出现在武侠小说里，那他应该就叫无名了。这是他们的结局。还能走路就已经很好了，慢慢会恢复的，慢慢会恢复的。都回去了，还会再交代一下姚林和小梅吗？我已经不太记得，就是小美来这儿找贤者之石的目的是什么了。这不就到了吗？这不就到了吗？这故事的最后不就是留给他俩的时间吗？这狗有名字的，你的真爱回来了。
这绝对是 happy ending 啊！这 happy 的有点不真实了，已经。哦，长大了感觉。阿尔的身体机能好像也恢复了。兄さん、僕ずっと考えてたことがある。俺も同じこと考えてる。啥？この老いぼれもなんとか大総統の椅子に座っていられます。他是现任总统。真にお譲りにならないの？あらまあ。最后果然是如他所意啊！这就是他本来的想要的，对吗？小鳥さん怪我してるの。助けて。他头上是什么东西？是个奶嘴儿。あの子に異変が起きた時は。肯定就把他消灭了，肯定会把他干掉，对的。啊。ホムンクルスと人間、果たして真に心を通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这个问题是不会在这个故事当中回答的，这是一个留给观众思考的问题。何そののろけ？本当に元に戻ってよかった。为什么是阿尔自己一个人来了？艾德呢？没陪着他一起吗？僕たちが助けられなかった女の子がいました。その子をずっと忘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那好像是第4集的事儿了。真に行くよ。哦。メイのところで本格的に練炭術を学ぶつもりだ。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たい。いろんなことを知りたい。好有志向的阿尔啊！另外2个这个大叔呢？那狮子和猩猩呢？見てみたいんだ。世界の広さを。世界好大，我想去走走，我想去看看。不结个婚再走吗？不结个婚再走。整備が必要な時はちゃんと予約の電話入れてね。予約？预约什么？何？这辈子跟你绑定。はっきり言いなさいよ。这死嘴，赶紧说！你不说，我替你说。交換だ。俺の人生半分やるから、お前の人生半分くれ。バカね。半分どころか全部あげるわよ。やっぱり全部はなし。何よ。お前やっぱすげえわ。行ってくる。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ちっとは落ち着いたらいいのにね。じっとしてる男なんてつまんないもの。痛みを伴わない教訓には、人は何かの犠牲なしには何も得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だから。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そう。鋼のような心。真っ白な景色見ますよ。僕はゆかりの地図。哦，他真的继承大统了。哦，狮子和猩猩，什么在马戏团？马斯汤给我留起小胡子来了。哦。结束了，这次是真的就是全部都结束了，跟大家好好的就是放开的跟大家聊一聊啊，或者说是浅谈一下我对于《钢炼》整个这个作品看完之后的一个观后感啊。其实我看《钢炼》的整个的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磕磕绊绊的。最开始决定更新它之后呢，当时是在这个频道重启之前，我更新的频率本身就不是那么的高，再加上中间又断更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当这个频道重启之后呢，钢炼也不是我主要这个更新的这个 reaction， 基本上是1周才会更新大概这么2集左右吧，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我看钢炼的过程
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断断续续，比较磕磕绊绊，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它不够，就是我看的时候它不够连贯。这个不够连贯呢，如果你是就是一直在看我的这个追我的这个 reaction 的话，你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情节理解的不够到位，再加上呢会忘掉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作品基本上是看完了，而且在做这个 review 之前，我是写了文案的。写文案之前呢，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测评，不叫测评吧，就是找了一些赏析啊，找了一些这个很多人写的对于钢炼的一些研究啊，我甚至还问了 GPT 一些问题啊。我想尽可能的结合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跟大家去聊一聊我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个观后感。但是不瞒大家说，就是录这个 review 之前，包括写文案之前，我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是做了2手准备的，我是有2种策略准备去做这个 review 的。第一种策略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可以把钢炼这个作品从头到尾夸一遍，我就是说它好，然后我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一些大家说它好的地方，然后我也觉得好，结合我自己的话，然后呢重新编辑一下，把这个 review 录出来跟大家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夸它这儿也好啊，那儿也好啊。这个不是欺骗啊，不是骗大家，不是说我觉得它不够好，然后我违心的说它很好，不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啊，这个作品它绝对是个好作品，它有好多好多的优点，它有好多好多的值得讲的、值得被赞扬的亮点。这个 review 我可以做成就是我只说它这些好的东西，然后呢就结束了，这样就结束了。与此同时呢，其实还有第2种策略，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作品呢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就是我会有一些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所以这个 review 我也可以去聊这些就是我觉得它不够好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让我纠结，或者说这个就是我压力的来源所在了。说一句题外话，就是我有一个很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就是我曾经给我最好的朋友啊，到现在为止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曾经给他推荐过一部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如果我最好的朋友你看到了我的这个视频，然后你刚好你听到了，看到这儿了，你听到我说下面的这段话了，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不要影响咱们2个人的友谊啊。我只是表达我这个内心的真实感受而已啊！我当时给他推荐了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是公认的，也确实是公认的神作啊！豆瓣评分大概是9.1、9.2左右，非常非常的高，是一个动画片。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或者说是我给其他人推荐这部电影，给我的反馈和这个网上的测评，清一色的全部都是我的天，这个电影实在是太好了，太棒了。看过之人无不流泪，无不感动。我到现在为止甚至都不太敢完整的去看第2遍，因为我知道我看了之后一定是痛哭流涕的。就是这种水平、这种程度的电影，我推荐给了我最好的朋友。看完之后呢，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给我的反馈，他给我的回答是，他觉得一头雾水，他觉得他看不明白，他觉得这个电影前期好多的这个设定有好多逻辑不通的地方，所以呢，当后期就是煽情，然后要很带入的，就是让你去感受这里面的感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体会，他觉得完全没有意思。我跟你说，也就是我没有和他面对面在一起啊，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手机上，在这个微信上聊天。如果是面对面在一起，我恨不得我把我眼前我这杯热咖啡，我直接就泼他脸上，我恨不得就给他2个大嘴巴子，就是这种感觉。我就心想，你怎么能，你作为我最好的朋友啊，然后你的欣赏水平怎么这么低呀？然后你的这个鉴赏能力怎么能这么差？这么好的一部电影，最后换来的是你这样的评价，好像我给你推荐的是一个烂片一样。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俩三观不合，我甚至都有一种，我操，我交了一个什么朋友？对，我甚至都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要抛弃他的想法。但实际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其实当时心里挺不高兴的，然后可能随随便便开几句玩笑，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也后来再也没跟提过这个电影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深刻的了解，我是非常深刻的知道，就是当别人给你推荐一部神作，
然后你如果说这部神作是公认的神作啊，确实是很好。你如果说这部神作有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或者说是你觉得有哪儿说的不太通，你没太看懂的地方，那给你推荐这个神作的人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我其实是很能理解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压力很大的原因。我就在想啊，这个 review 到底要怎么做？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策略，我肯定都是说实话的。但是关键就在于我要不要说一些我觉得它不够好的地方呢？然后我在动笔写这个提纲和文案之前呢，我想了一下，还是敞开了跟大家聊一聊吧，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非常有深度的作品，能够让我去表达一些自己的，就是可能看来是比较与众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这个看法保证是真情实感，保证是真实的。而且呢，可能我这样表达了之后呢，也能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的这么一个思维和想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机会啊。说回钢炼的主题上啊，首先我想表达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大家所认为的就是钢炼是这个动漫当中的这个神作，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它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神作的水平。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看过的动漫，还是那句话，虽然不多，但是就质量、水平、思想深度，就是各方面各个标准来看，我心目当中的这个神作有且只有一个啊，就还是进击的巨人。我看完钢炼之后，一个非常直观、非常直接的一个判断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是比不上巨人的。好的地方咱们先不夸啊，就是先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直观的判断。首先第一点就是钢炼的整个的故事没有问题，非常的完整，从头到尾。但是看整个故事下来这个感受呢，我感觉稍微平淡了一些，就是观感上啊，它对于我的刺激，它对于我的冲击没有那么大。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悬念，这个最大的悬念一直到故事的结尾才被揭开。这个悬念保持得很好，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连续的像连续剧一样的这么一个动漫的形式，它是播完一集再放下一集，它每一集和每一集之间最后的那个扣子啊，它每一集最后之间的这个小的悬念，说实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者是让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欲罢不能的这样的集数不是特别的多。也就是说呢，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看下来是精彩的，但是精彩的程度呢，又让我觉得有一些欠缺。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从画面啊，然后音效、音乐这些方面去解释啊。这些作为这个评判一个动漫质量高低、水平好坏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因素啊。这几个就是有点相当于外表一样的人的外表一样的因素，在钢炼这儿呢，我的这个评价就是都是优秀的，但是呢冲击都不够大。画面好吗？挺好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些一般，没有哪一集或者是没有哪一些片段能让我觉得某些画面是水平极高的，制作极其精良的。音乐好吗？也挺好听的，背景音乐也非常契合，但是有哪一首是作为神曲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感染力，非常非常让我想去回听的呢？好像也没有。所以综合各个方面来说，就是整个作品的表现力，就是能给我带来的冲击感，能够给我带来的这个震撼不太够。我再强调一遍啊，这并不是说这个故事不够好，这个故事不够完整，这个逻辑不够清晰，这和这些都没有关系，只不过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观感，最直接的体感，就是在我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就是大脑给我的这么一个反馈。这一点呢，我其实不单纯的觉得它是一个缺点，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错误的地方，没有做好的地方，只不过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可以归类于一个作品的风格吧，它的叙事的风格呀，它讲故事的逻辑啊，都是非常平稳的，四平八稳。而且呢，你确实是感受得到，钢炼就是不管是从内在逻辑，然后外在讲故事的方式，都是滴水不漏的那种感觉。但是越是这种平稳的，越是这种平衡的这种形式呢，实际上就是给人带来的刺激可能就越少，这就是一种风格上的取舍吧。我觉得它不算是缺点和不足，但是呢，在我这儿也不应该算作是优点。如果想拿神作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它的话，
也就是横向对比巨人的这个精彩程度嘛，我觉得钢炼是这么说吧，就是略逊一筹啊。然后第二点呢，我就是想聊一聊故事的这个内在逻辑，包括这个世界观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聊钢炼，你不可避免的会聊到这个故事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观，这绝对是钢炼这个作品的优点，就是它的世界观非常的完整，逻辑非常的清晰，而且呢，就是整个故事当中的情节，把他想要体现的世界观，想要体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逻辑呢，都表达的非常的清楚，淋漓尽致。但是就是真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啊，就是我看完这一遍之后，我其实有挺多东西我没看懂，我没看明白，可能也和我之前说的这个不连贯有关系啊，就是有好多的设定我其实没看进去。整个钢炼的这个 reaction 啊，一直以来都有热心的小伙伴给我在底下留言，帮我补充这个设定，告诉我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回事。我是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大家不给我留言，或者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知识、这些补充的这个内容的话，我就会觉得是稀里糊涂的可能把这个作品就看完了，我可能就是确实是没有 get 到这个作品当中很精髓的地方啊。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个人的观感。说到钢炼的世界观，包括他要探讨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宏大的，探讨了好多的东西。但是在诸多的这个世界观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啊，我理解啊，应该就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这个世界观，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的次数之多，它提供给就是这个故事整个的这个框架的意义，这个不言而喻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咱们既然聊到等价交换，我就是多聊一句，我就很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故事最后发生的这个结局，就是艾德用自己的所谓的炼金术，自己掌握的所有的炼金术的知识换回了阿尔。这个情节其实就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其中一个让我不太能够摸得着头脑的这么一个情节啊。既然是所谓的等价交换，那为什么艾德掌握的全部的炼金术就可以完整的换回他弟弟的全部的身体和灵魂？这个所谓的等价在什么地方？这个价值又是由谁来衡量的？难道就只是由这个所谓真理空间当中的那个小白人，那个所谓的神，那个所谓的真理来衡量的吗？那他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好像在这个情节当中，这个等价交换就变得比较模糊了。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说一直发展到这个中后期，等价交换的原理还都是非常严格的被执行的，但是就最后的这个情节就会让我有一些摸不着头脑。还有包括这个黑芝麻精最后的失败，当他面对了真正的神，面对真正的真理，他去问，我想知道全部的知识，我想知晓一切，这样做有什么错吗？真理给他的回应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这个我其实也没太看明白，这个所谓的不相信自己是他的唯一的错误吗？而且真理呢非常明确的点到了他，说为了制裁你的狂妄自大，我才给你安排了就是你的这样的毫无希望的结局。但其实他难道不是已经把狂妄自大的人本身的这个劣根性抛除出去了吗？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看钢炼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层出不穷的出现的。当涉及到讨论到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内在逻辑严谨的世界观的时候，我总是会有 get 不到的点，我总是会有看不懂的地方，这就让我的观感呢产生了一种很割裂的感觉。明明知道他说的东西是很深刻的、很宏大的、很正确的，明明知道他的逻辑是很清晰的，但是我总是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应该就是我有很多的地方没理解到位，没看懂，就单纯的这一点其实也会降低我对于他的这个观感啊，因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呢会让我觉得看的时候会有割裂不流畅的感觉。那既然聊到了这个内在逻辑还有三观啊，还有一点是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能感觉得到，就像我之前所说，我能感觉得到钢炼它的主题它涉及的这个面儿是很广的，它聊到了你比如说战争啊，比如说牺牲啊，它聊到了人性啊，尤其是这个七宗罪人的这个七宗罪的这个设计，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棒的。但是就单拿七宗罪来说啊，设计的最好的毫无疑问是恩比和
古利德吧，人威和古利德这两个应该是设计的非常好的。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你像什么色欲啊、暴食、愤怒啊，包括普莱德，包括这个自大，我都觉得探讨的深度不够，他们最后的结局也比较潦草，这个是让我比较失望的一个点。然后呢，钢炼也涉及到了挺多这个关于战争的反思，关于这个民族种族的反思，伊修瓦尔人，然后伊修瓦尔内战，对吧？这个国家的政变，这些都是非常有深度的主题。但是呢，它感觉都是浅尝辄止，就是谈论了一下，深度不够，然后点到为止，好像就结束了。你从一方面理解呢，你可以觉得我这样的评价是吹毛求疵。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不是钢炼真正的主题，所以呢，人家点到为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如果想要按照这个神作的标准去判断它，去分析它，我就是会觉得，当涉及到这些非常有深度的主题的时候，他聊的还不够深，没有让我很惊艳，没有让我觉得有很印象深刻的这么一个感觉啊。除此之外，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我说实话，这个结局我不是特别的满意。这是一个就是太大团圆了，就是太合家欢的一个结局了。我作为观众，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不希望任何人死，任何人牺牲的，我希望所有人都有圆满的结局。但是现在我是站在一个评判作品的角度去看这个结局，我就会觉得这个完完全全100%的合家欢大团圆不够好。这就还要说到这个把阿尔换回来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脑中设想的结局，其实我当时都非常笃定的认为，那一定是阿尔牺牲自己换回他弟弟。我虽然在看的时候，我完全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我好希望他们兄弟两个都能活下来。当看到艾德用真理之门换回了阿尔的这个身体和灵魂的时候，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很高兴。但是冷静下来，我就又会觉得这个结局不够沉重，有些刻意的想要这个制造这个完美结局。我对于结局的理解呢，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就是主角一定要死，或者说主角一定要最后要牺牲才算得上是好结局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钢炼的这个结局就是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收获了，就是相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最完美最好的那个结局，让整个的故事看上去就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了。其实我能感受得到，就是钢炼最开始啊不是这个风格的，最开始出现了两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剧情，一是这个小女孩妮娜第4集当中她的爸爸休塔克，我到现在都记得啊，这他印象太让人深刻了。第4集整个的这个剧情，还有这个休斯之死，你看当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一集的时候，还是提到了妮娜，还是提到了休斯之死，就是这两个剧情发生在故事的前期，是给这个故事笼罩上了一层非常阴暗非常残酷的这么一层阴影的。正是因为它的这个残酷和阴暗，才让这个故事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真实和沉重，让这个故事变得特别的有分量。但是越往后期发展，好像主人公就越顺利。这个所谓的顺利，不是说他们没有经历任何磨难啊，就是所有的正面角色到最后都没事儿，都很好。但是明明呢，他们面对的危机是极大的，他们面对的都是生死危机呀。那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作者刻意为之去保护这些好人的这么一种观感啊，并不是说我不接受大团圆的 happy ending， 只是我觉得这个 happy ending 让整个的故事的这个真实感和这个整个故事这个分量这个沉重的感觉呢，确实是有所下降啊，有所下降。最后一点就是我想聊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物设计上啊，人物设计上一句话概括吧，我觉得还是真的多多少少有一些脸谱化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好人真的是一好到底，坏人真的就是一坏到底。除了有个别的角色设计出来了一些矛盾在，大部分的角色就是角色内部自己啊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要经历的挣扎和矛盾都不太明显，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完了，我估计我说完这些之后，就是如果一直跟着看这个钢炼 reaction 的这个小伙伴，
肯定就会产生就是我之前的这种看法啊，就是肯定想大骂我一顿，或者想给我2个大嘴巴子。没关系，大家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说的不妥的地方啊，多跟我在评论区交流，我会认真的回复大家的评论的。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顺便再给自己叠个甲。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 review 都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其次就是我说的所有的那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我觉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完全只是因为我在拿神作的标准去评判它。如果我抛开这个标准，如果我抛开自己的这个预先的预设的这个期望的话，我可能不会就只说这些的。钢炼可说的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以再单独再拿出来20分钟去说一下，我觉得钢炼这个作品好在什么地方。但是呢，就是因为套上了神作的枷锁，我对它有这个神作的预期，所以呢才导致了我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望。看完之后的感觉，它确实没有达到我预想当中的那个程度啊，所以呢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篇幅跟大家去聊一聊我对于这个作品我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啊。那最后我想说的呢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啊，那一切以你为准啊，行吧？那关于钢之炼金术士 FA 的旅程呢，咱们就到此结束了。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